欢迎来到玫瑰庄园。写这封信是为了确保你在这能安全、安宁的度过一整年。请尽快全面熟悉以下规则，因为要是你把它们弄坏了，你也只有你要对之后发生的一切负责。无尽的地狱与折磨将为你而生。哇！沃尔特先生，少女平静地喊了一声。第一，无论你被分配何种职责，你的合同有效期恰好为1年。对于你的损失，我深表遗憾。但如之前所告知的，在你的合同期内，严禁你离开伯特兰。一声被压抑的、充满了痛苦的呻吟从少女的喉咙深处溢出，鲜血的铁锈味在口腔中弥漫。她的牙齿狠狠地咬着下唇。为什么这个念头如同一个血色的烙印，灼烧着她的灵魂？我明明记得我从那扇侧门走了出去，我穿过了那扇门，踏出了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我还被困在这个鬼地方？她痛苦地抓住了自己的脸，指甲深深地陷入了皮肤。对自己没什么好说的吗？劳埃德小姐，劳埃德小姐跪在地上，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她想为自己辩解，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那位年轻小姐和年轻少爷肯定会想念您的，他们似乎很喜欢您。劳埃德小姐，沃尔特先生那位面容严厉的中年教官微微颔首，感谢你的帮助，给你添麻烦了。沃尔特说道，别这么说，庄园的事务就是我的事务，毕竟他是伯特兰家族的一员。没错，弗雷德里克赞同的点头，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大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不得不这样对付我们自己人，让我很痛心。庄园里不是正好有个空缺职位吗？沃尔特提议道，但是一个违背了诺言，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有用的家庭教师，不再有用，绝望的冰冷瞬间攫住了劳埃德小姐的心脏。厨房怎么样？弗雷德里克突然开口。沃尔特思索片刻，扶了扶眼镜，最终点了点头，一如既往，是个明智的建议。一句简单的评价便宣判了劳埃德小姐的未来。她不再是受人尊敬的家庭教师，而是一个可以被随意丢弃到厨房任人使唤的仆役。她猛地抬起头，脸上挂着泪痕，用尽全身力气嘶喊道，是我做的，我错了，对不起，全都是我的错。她语无伦次地解释着，那玫瑰的香气，我的头快要炸开了，我再也不会违反规则了，所以求你了，就这一次。劳埃德小姐，她轻声呼唤，那双血红色的眼眸里却看不到丝毫怜悯。我确实很喜欢你，但是违背了诺言的家族成员必须受到惩罚。那些玫瑰一只又一只的被递到她的面前，将她团团围住，浓郁到令人作呕的香气混合着无尽的恐惧，瞬间将她吞噬。不，求求你不要，沃尔特先生。她向站在一旁始终冷眼旁观发出了最后的哀求，沃尔特，饶了我吧，求求你。最后的悲鸣终于在尖锐的刺痛和无尽的黑暗中归于沉寂。当一切结束后，房间里只剩下浓郁的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他停下脚步，对着站在一旁的仆人用一种轻描淡写的不带丝毫感情的语调下令，清理干净。他顿了顿，又补充道，确保夫人什么都看不到。另外，我们需要为少爷和小姐找一位新的家庭教师了，是我马上去通知夫人。另一位一直静立在旁的管家躬身应道，然后转身离去，动作熟练而高效。弗雷德里克缓缓抬起头，那双血红色的眼眸里闪烁着一丝奇异的光芒。希望我们这次能找到。天空一如既往是片一览无余的令人沮丧的灰色，就像往常一样。阴沉的一天，瑞雪儿将怀中装着面包的纸袋抱得更紧，仿佛想从中汲取一丝微不足道的暖意。好冷，春天即将来临，但风仍带着冬日的寒意。或许我当初应该买下那件更厚的大衣，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便被他立刻掐灭了。不买这件外套时省钱是明智之举，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年冬天有足够的预算吃上像样的饭菜。体面这个词像一根脆弱的蛛丝，勉强支撑着他岌岌可危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能维持多久？古旧的羊皮纸上用华丽的字体书写着他的名字，封口处是一个精致的烙印着玫瑰图样的火漆印。治里歇尔·霍华德小姐，我们已收到柯蒂斯夫人的推荐信，以及你来自哈利特私立女子学院的简历和文凭。伯特兰府很高兴聘请您，并随信附上了一张火车票和预支款项，请您前往希尔维斯特车站前的马车停靠点，告知您的目的地。你将被安全护送到科伯特兰庄园，不过请注意，下午6点以后不允许进入庄园。如果您到晚了，我们请您先在附近的客栈过夜，然后再来参观庄园。我们很高兴迎来如此出色的一位候选人，弗雷德里克·格兰特，伯特兰庄园的管家。这或许是他唯一的机会了。如果你与奥蒂斯家族建立起关系，那么在学院获得一份全职教师工作，甚至还可能收获一份体面的求婚。至少柯蒂斯太太过去常常这么说。我或许也能还清我所有的债务。但是奥蒂斯庄园，也就是信上所说的伯特兰庄园，坐落于遥远的邓布林，那意味着在他担任家庭教师的整个期间，他都将远离他唯一的亲人，他的母亲。瑞雪儿的父亲早已在很久以前就去世了，他永远也忘不了年幼的自己看着伏在桌边肩膀不住颤抖的母亲发出的那声无助的哭喊。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他们早已与家族的其他成员疏远，母亲的身边再没有别人了，而现在只剩下我了。我是他仅有的一切，我还是回去写一封回绝信吧。我也不能再丢下他一个人了。我当然会感到失望，但我会没事的。如果说我还有一件事擅长，那就是坚持下去。我总能承担更多工作，慢慢还清债务，这就够了。至少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咔嗒，他推开门，走进昏暗的门厅。我回来了。清脆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妈妈不在。他放下手中的东西，目光习惯性的投向了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房门。和往常一样，我猜他还在老地方，在那栋狭小的房子里，只有那个房间的油灯是永远亮着的。那是母亲的小小天堂，一个用回忆和幻想铸成的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我不该去打扰他。瑞雪儿轻轻叹了口气，正准备转身，目光却被桌上的一堆信件吸引了。更重要的是，这些账单怎么比平时要少？这个念头让他心中一动。等等，妈妈，
终于听了我的请求吗？一丝微弱的希望在他心中燃起，他颤抖着手拿起了那封信。又来了，他的瞳孔猛地收缩，绿色的眼眸里充满了厌恶与恐惧。特拉拉普先生，他总是说同样的话，你真的觉得当助教证那点小钱就能还清债务吗？我听说你的债务越积越多，要是你能回到我身边，我会免除你的债务，还会帮你还清所有其他欠款。你觉得你还会有这样的机会？那善意的提议背后是赤裸裸的令人作呕的贪婪与控制欲。他已经拿走了我们的房子，我父亲的资产，所有的一切。他曾经有件用最上等的皮毛制成的大衣，温暖柔软，让他从不知冬日的严寒为何物。在我还不知道寒冷冬天是什么感觉的时候，当我可以慵懒地靠在温暖惬意的壁炉前享受宠溺的时候，当我在阳光充足的房间里尽情作画弹奏钢琴，晚餐时享用精心烹制的肉类菜肴搭配美酒，我也有过那些日子。要是父亲还活着就好了。那个混蛋托马斯·特拉普，他绝不敢靠近我。只要父亲还活着，只要他还活着，要是他还活着就好了。一个声音从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房门后悠悠地传了出来。一封信都没有吗？什么都没有吗？乔安娜，是母亲的声音。瑞雪儿的动作瞬间僵住了。夫人，需要我再去检查一遍吗？另一个略显苍老的女生恭敬地回应道。算了吧，可怜的人，他们都在故意无视我，都怪这条讨厌的裙子。现在谁会穿这么难看的颜色？哦，得了吧，夫人，您几个月前才刚把那件连衣裙改好呢。穷，你真有那么迟钝吗？社交时尚潮流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又是一通关于没被邀请参加社交活动的牢骚。如果我现在进去，我们肯定会吵架。就连艾丽森夫人，就连那头暴发户母牛都竟敢看不起我。我需要一条新裙子，当然得是那种时尚的淡紫色的。哦天啊，夫人，可奥利芬特勋爵送来的钱已经全花光了。什么已经花光了？好吧，里谢尔会处理这件事。他现在不会连一件连衣裙都不给他妈妈，会吗？夫人，瑞雪儿女士最近几乎片刻没休息过。一位女士说话如此粗俗是不得体的。谁叫她自己出去挣钱的？乔安妮嫁入豪门能解决一切问题，但那个倔强的女孩坚持要工作，而你还在为她担心。夫人，我们至少可以动用一点信托基金吧？合适的嫁妆是与体面人家联姻的关键。我理解对奥利芬特勋爵隐瞒定期津贴一事，但连信托基金也要隐瞒。我掌管这个家庭的财务，而且我有理由对他隐瞒一些事情，所以求你了，乔安妮，给我买条新裙子吧。瑞雪儿推门而入，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话语中满是困惑与不满，打破了室内压抑的寂静。瑞希尔脸上带着讨好又慌张的神情，喊道：“天哪，里希尔小姐！”眼神中满是质问。他指着桌上的文件质问道：“你是说一个信托基金？但你告诉过我，父亲投资那艘商船时，你把所有钱都投进去了。你还说正因如此，最后连一分钱都没剩下。你是在告诉我，奥利芬特子爵一直在定期寄钱吗？但当你去找你的家人时，你说即便你解释了我们的情况，他们还是冷漠地拒绝了你。就这些，所以就这样了。”眼神空洞，仿佛一直以来的信念都在崩塌。他失魂落魄地转身，脑海中回忆起过往的片段，那些信件，那些看似合理的解释，如今都像是一个个谎言。这一切都是谎言吗？他的母亲正优雅地坐在扶手椅上，手中端着一个精致的镶嵌着金边的茶杯，脸上带着一丝惯有的因等待而生的疲惫。这幅画面在过去的无数个日夜里，曾是瑞雪儿心中唯一的柔软，但现在它只剩下刺骨的冰冷。原来是这样。瑞雪儿的目光缓缓地从母亲身上移到了桌上那些她刚刚买回来的廉价的香肠上。现在想来，的确有那么几个星期送来的账单少得惊人，她一直在收钱，而我对此一无所知。母亲，那个她发誓要用尽一生去守护的唯一的亲人，却用最温柔的谎言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用她的牺牲换来的网。瑞雪儿的声音在颤抖：“母亲，我何曾没有把一切都给你？”什么？母亲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曾是一位在富裕家庭中长大的贵族女子，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父亲去世后，你整日以泪洗面，即使我们的经济状况变得困难，而你仍然坚持只买昂贵的全新物品。我还是努力去理解你。你居然说自己的母亲奢侈又自私。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脸上充满了被冒犯的愤怒。母亲瑞雪儿打断了她，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如果你把那些钱拿出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明亮、更安全的家，我们可以雇一个女仆来减轻安娜和乔安娜的负担。但是为什么？母亲扶着额头，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辩解道：“你说我把钱藏起来只为了我自己，那是为了应急一笔应急基金。应急基金！”瑞雪儿几乎要尖叫起来。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条件去准备什么应急基金。她的情绪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所有的委屈、愤怒与恐惧都化作了声嘶力竭的控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没有那个条件。我连明天会怎样都感到恐惧。什么？你怎么敢这样打断你妈妈的话？母亲从扶手椅上猛地站起，脸上因愤怒而扭曲。你是在发脾气，好博取我的同情吗？那不是的，瑞雪儿试图辩解，但她的话语瞬间被母亲更加尖锐的声音淹没。挣扎求生的总有你，不是吗？告诉你，我也在挣扎。母亲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她指着周围的一切，仿佛在控诉整个世界。我受够住在这破房子里过着悲惨的生活，这是我的私有财产，是我娘家寄来的钱。她死死地护住那份不属于她的体面，脸上露出了近乎疯狂的占有欲。你竟敢觊觎她！她呆呆地站在那里，所有的愤怒与委屈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冰冷的、令人绝望的清醒。如果当初她看着母亲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要是你嫁给了特罗洛普先生，事情就会容易得多，那样我们就不用离开霍华德庄园。就因为你那可笑的自尊，我们甚至失去了特罗洛普先生
曾经给予的津贴，最终负债累累。要是你当时能让步就好了。你是想让我……那句话，瑞雪儿几乎不敢说出口。把自己卖给一个比你年纪还大的男人吗？母亲的咆哮戛然而止，她脸上闪过一丝被戳穿的惊愕。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她向后退了半步，仿佛瑞雪儿的话语深深地刺伤了她。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担心你，李歇尔。女人的生活本就是如此，生来就该被温柔的抚养，然后在青春消逝之前嫁给一个富有的男人。你显然还是不明白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但让我告诉你，对男人来说，重要的并非女人的年龄，这是金钱和权力。怨恨、悲哀，所有那些被他强行压抑在名为顺从的尘土之下的情绪，在这一刻如同决堤的洪水奔涌而出。我所有的情感都被埋在了名为听天由命的尘土之下。但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又会重蹈覆辙，同样的情况将会反复出现。母亲会生气，会指责我，最后又会哭诉着自己的生活有多么艰难。他已经受够了。这一切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出错的？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特罗洛普先生是什么时候继承了霍华德家族的全部财产的？而我们收到的所有补贴都变成了沉重的债务，一个又一个的如果，像一条条沉重的锁链，将他拖向更深的海底。他不再挣扎，任由那冰冷的海水灌入他的肺里。他缓缓地张开双臂，任由自己的身体在那片无尽的黑暗中缓缓下沉。我厌倦了这一切，我只想离开。那双绿色的眼眸空洞地望着上方那片遥不可及的虚幻的光芒。我只想离开，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一切的痛苦与谎言，离开这令人窒息的人生。啪嗒，一滴冰冷的液体滴落在平静无波的水面上，漾开了一圈小小的悲伤的涟漪。那是瑞雪儿的眼泪。是的，瑞雪儿缓缓地抬起头。我现在有地方可去了。她站直身体，迎上母亲那因震惊而错愕的目光。她走上前，轻轻地将母亲那抓住自己衣领的手拨开。我要走了。你说什么？母亲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我要离开母亲。瑞雪儿重复道，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晰而又坚定。离开。母亲的表情瞬间变得狰狞。你以为你要去哪儿啊？我明白了。母亲突然冷笑一声，仿佛看穿了瑞雪儿所有的小伎俩。就因为听了几句刺耳的话，你就想逃学吗？早知道你会变得这么娇气，我当初就绝不会送你去那所寄宿学校。我让你去提升自己的价值，可你回来时却只带着一股莫名其妙的骄傲。瑞雪儿没有理会他的咆哮，她转过身，向着门口走去。你要去哪儿？你母亲在跟你说话。你要去哪儿？他推开门，头也不回的走进了门外那片阴沉的却又充满了未知希望的灰色世界里。身后是母亲最后的歇斯底里的咆哮。走吧，他在心中对自己说，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决绝的力量。去伯特兰庄园，只要用奥蒂斯家预付的薪水还清所有债务，就再也没有什么能束缚住我了。我将自由地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除了这里哪儿都行，离妈妈远远的。然而当他拿起最后一件衣服时，他的动作却不受控制地慢了下来。飞翔这个词对他来说是如此的陌生，又是如此的奢侈。真的是我吗？我真的可以拥有那样的未来吗？就在这时，一个带着担忧的苍老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小姐，您要去很远的地方吗？乔安娜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瑞雪儿缓缓转过身，看着这位从小照顾自己的仆人。我的小哭包不会去太远的，瑞雪儿轻声说道，像是在安慰他，又像是在安慰自己。但是乔安娜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她抬起头，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写满了即将分别的悲伤。您不会再回来了，对吗？我想是的，小姐。瑞雪儿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猛地向前一步，张开双臂，将乔安娜紧紧地拥在怀里。温热的泪水浸湿了瑞雪儿肩头的衣料。我一直希望有一天你能离开夫人身边，最终找到幸福。我会照顾好夫人的，所以我能请求您偶尔给我写信吗？那笑容里包含了千言万语，最终却只化作了2个字：谢谢你。做出了最后的交代，我每个月都会寄生活费回来。他的手轻轻地按在箱盖上，仿佛在按下一个沉重的承诺。还有你的薪水信也是。乔安娜走上前，仔细地为他整理好围巾。瑞雪儿看着他，说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要把他们交给母亲或保姆，你自己好好保管。是乔安娜毫不犹豫地用力地点了点头。乔安娜站在门口，挥着手看着那个瘦弱却又坚定的背影，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直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吱呀，生了锈的大门发出了刺耳的长长的呻吟。前门的荷叶该上油了。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栋囚禁了他半生的房子，2楼的窗户后，一个模糊的属于母亲的身影一闪而过。他任由这个念头随风而逝，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清晰罗列着待办事项的清单。在伊诺茨广场，一长串新任务整齐地罗列着：驾驶马车，还清未偿债务，找到特拉拉普先生，把钱扔到他脸上，与柯蒂斯先生的会面。我会把这件事留到最后处理，然后乘坐开往希尔维斯特的火车。我不知道在那条路的尽头是否真的会有自由和幸福，但可以肯定的是，最终会迎来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生活。即便如此，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行，愚蠢、沉默而又坚定，因为那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办法。没关系，我能做到。马车驶离了喧嚣的车站，瑞雪儿静静地坐在车厢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忍耐着，坚持着，穿过这片黑暗，就是她全新的、充满光芒的人生。我那如同我灵魂一半的朋友，李歇尔。我听到李歇尔的声音了。柯蒂斯先生推荐您来应聘家教职位，而
且可不是在随便什么地方，而是在奥蒂斯庄园。柯蒂斯先生非常喜欢你。柯蒂斯夫人继续说道，眼中充满了骄傲。我肯定他在信中写满了赞扬之词，所以他微笑着，仿佛已经看到了那美好的未来。奥蒂斯家族一定会张开双臂欢迎你的。但是瑞雪儿，我有点希望你别走。我知道奥蒂斯家族是一个有声望的家族，但我对此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那份不祥的预感，如同庄园徽章上那朵娇艳欲滴却又带着尖刺的红玫瑰，虽然美丽，却总让人感到一丝莫名的寒意。据我所知，奥蒂斯家族的人已经将近10年没在社交界露面了，就连他们快成年的大儿子也没去上学，也没在公众场合露过面。关于他们有一些离奇的传闻，我真的不太清楚的记得那部分了。不管怎样，今年春天我们一起去林顿吧，尽情享受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交季。我希望我访问汤伯勒的时候，你能在那儿。玛格丽特·切斯特，我始终怀着爱与关怀思念着你。车夫问，这一定是你第一次来黑森林吧？他就这么突然停下来开始祈祷，他不是什么怪人对吧？车夫接着提醒，听好了，记住这点，记在心里，在你走出黑森林之前，千万不要出声，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要尽可能安静的呼吸。瑞雪儿，震惊，你在说什么？你一进去就会明白的，你自己会看到的。等等，是因为野生动物吗？又或许这只是一种当地的迷信说法，我不明白原因，但以防万一，我还是闭上了嘴。这并不难做到，我所要做的就是保持安静。马车缓缓前进，看起来夜幕已经降临，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黑森林的原因。但是这是什么？我能感觉到有一道目光从左边树林之间，不在右边，有目光注视着我，从上方或者可能就在我旁边，肯定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我甚至不敢转动我的头。快点，再快些，现在没事了。小姐车夫说道，我们已经挺过来了，所以你又可以大声喧哗了。瑞雪儿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您还好吗？马车夫关切的声音从前方传来，梅格，我们快到了，您现在可以放松一下了。马车夫用一种轻松的语气安慰道，是。瑞雪儿勉强挤出一个僵硬的微笑，试图掩饰自己的不适。当他低下头看着静静躺在膝上的那封聘书时，我刚刚做出了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吗？那段路一定很难熬吧？马车夫见他脸色不好，善意的搭着话，试图分散他的注意力。说真的，那片森林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心有余悸的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早已被甩在身后的幽暗的林子，谁知道呢？他很快又恢复了那副轻松的腔调，自问自答道，其实我也不知道。讲鬼故事般的语气说道，我祖母以前常说那片林子里住着一个恶魔，这个古老的故事并没有让瑞雪儿感到害怕，反而让他心中那份不安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他居然还能像没事人一样笑得出来。不过每次我经过那里时，总会让我毛骨悚然，但只要你遵守一些规则，就没什么可担心的。规则简单的几条，首先日落后切勿进入森林，第二不要在森林里喧哗，第三仅走指定路径。记住这3条规则，那他就没法带你走了。当我满怀自信地登上马车时，一切都还顺利，并朝伯特兰庄园驶去。自由，我追求这样一个抽象的想法，是不是太冲动了？我做了一个轻率的决定吗？不过小姐，还是抬起你的头吧，我们已经抵达伯特兰庄园。巨大的建筑群映入眼帘。哦，我的天哪，早春时节怎么会有这么多玫瑰？那么这就是奥蒂斯大厦。欢迎你小姐，我是弗雷德里克·格兰特，伯特兰庄园的管家。格兰特先生，感谢您的热情欢迎，我将带你去见府上的女主人。请吧，多么漂亮的一座庄园啊，不过感觉有点冷。管家质疑，有什么不对劲吗？啊，不，没什么。那是什么？感觉就像在森林里一样，还是很紧张吗？别被吓到，不管发生什么，我只需要尽好自己的职责。管家提示道，夫人，霍华德小姐到了，不要太招摇，但也别太寒酸，保持脸上的笑容，背部挺直。那个女人，她是奥蒂斯夫人吗？女士则发出哦天呐的感叹，很高兴见到你，霍华德小姐。那个人，他有着一头如黄金般耀眼的柔顺的金色长发，皮肤白皙的近乎透明。他身着一件华贵的紫色长裙。就在他还在困惑之时，奥蒂斯夫人已经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到了他的面前，然后在瑞雪儿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奥蒂斯夫人伸出双手，猛地将他抱进了怀里。很高兴见到你，将瑞雪儿紧紧地拥在怀里，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喜悦，脸上挂着灿烂的近乎虚假的笑容。我真的一直都非常期待这一刻。然而瑞雪儿此刻却完全无法回应这份热情。这硬邦邦的东西是什么？戒指吗？它压在我的背上，好痛。我非常高兴终于见到你了，很高兴认识你，奥蒂斯夫人。瑞雪儿强忍着背部的疼痛，勉强挤出一个礼貌的微笑，同时在心中告诫自己，单凭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是不对的。但是我是不是该说他有点太夸张了？他看上去实在太年轻了，根本不像有个快成年儿子的人。我听说您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导师，现在亲眼见到您，您看起来更睿智了。您能这边请吗？他侧过身，优雅地伸出手，做出了一个邀请的姿势。至少看起来我给他们留下了个好印象。他稍稍松了口气，目前这样就足够好了。他被引领到一间洒满了午后阳光的会客厅里。奥蒂斯夫人开口说道，您可能已经听说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聘请的所有家教都在1个月内辞职了，这太让人头疼了。不过现在有像您这样优秀的人才到来，我就放心了。杰奎琳的脸上立刻又恢复了那灿烂的笑容，心中却暗自松了口气。我正担心我们可能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人选了呢。那么现在，他将茶杯放回桌上，戴着黑色蕾丝手套的手轻轻地推过来一份早已准备好的羊皮纸合约。您愿意先从签署这份雇佣合约开始吗？瑞雪儿看着那份合约，心中涌上了一股莫名的怪异的感觉。雇佣合约，他的大脑飞速运转，这不寻常。然而杰奎琳却用一种不容置喙的充满了善意的语气打断了他。别担心，他微笑着那笑容里面没什么奇怪的东西，他只是涵盖了一些保密条款，并规定了
了雇佣期限，补充完了他对那份合约的轻描淡写的解释，不要随意向外界谈论府内之事，合约期限1年，外出必须获得许可，诸如此类的一些简单的事情。杰奎琳夫人的声音如同最温柔的催眠曲，试图打消瑞雪儿心中所有的疑虑。合约上的内容确实如杰奎琳夫人所说，是一些关于保密和基本行为规范的条款，并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地方，也确实没有其他什么特别显眼的东西了。也请把钢笔递给我。站在一旁的老仆人说道。啊，是。瑞雪儿恭敬地递上了钢笔。好了，杰奎琳夫人拍着手，现在您是真正的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了，我真高兴。您这一路奔波，想必还没好好吃东西吧？我们来吃点东西好吗？谢谢您夫人。瑞雪儿礼貌地回应道，心中却对这份过分的热情感到更加不安。仆人们很快就端上了精致的点心和散发着浓郁香气的红茶，把文件收好。杰奎琳夫人对着老仆人吩咐道，是夫人。他们相对而坐，杰奎琳夫人那热情的声音打破，您觉得奥蒂斯庄园怎么样？这里真的非常宏伟，也很美丽。瑞雪儿由衷地赞美道，温热的茶水让她那因紧张而冰冷的身体稍稍回暖了一些。现在想来，如果可以的话，我能问问关于孩子们的事情吗？在我当时收到的那封信里，上面说我将教奥蒂斯家的年幼孩子，正如那位女士所说，他们是出了名的麻烦制造者，以至于最后每个人都辞职了。上面就是这么写的，他们是如何辞去那份工作的？我觉得了解一下他们是怎样的孩子会很不错。瑞雪儿在心中默默地盘算着。然而，当她问出那个关于孩子的问题时，杰奎琳夫人的脸上却出现了一瞬间的难以察觉的僵硬。她开口了，声音依旧柔和，却少了几分刚才的热情。您将要负责的孩子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双胞胎，那一定非常可爱吧？哈！一声短促而又尖锐的冷笑，瞬间打破了会客厅里和谐的氛围。他夸张地向后仰着，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您该不会是真心这么想的吧？杰奎琳夫人的嘲弄让瑞雪儿心中一凛。难道她认为双胞胎是不祥的征兆？孩子们多大了？让我想想，6岁了还是8岁来着？你心里有什么特别的教育方向吗？这就由你自行决定了。他话锋一转，那双漂亮的眼眸里闪过了一丝冰冷的不容置喙的警告。但是只要确保他们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啊，我明白了。最终他只能低下头，用一句恭顺的回答掩饰住自己所有的震惊与困惑。他是那种觉得自己孩子很烦人的家长。既然这样，我现在可以见见孩子们吗？你明天就可以见到他们了。他说道，仿佛多看一眼自己的孩子都是一种多余的麻烦。今天见还是明天见，并没有什么区别。说完，他便不再理会瑞雪儿，而是直接扬声唤来了女仆长约瑟芬。老师一定很累了，他对着闻声而来的女仆长吩咐道，先让他休息一下，然后和我们共进晚餐。夫人，我感谢您的关心，但是瑞雪儿本能的想要推辞，杰奎琳夫人却完全没有给她开口的机会。约瑟芬，请带霍华德先生去他的房间。我是约瑟芬·安德里。约瑟芬一边走一边用一种平稳而又专业的语气向瑞雪儿做着自我介绍，是这座庄园的女仆长，我们已经在3楼为您准备好了房间，就在孩子们的房间旁边。她跟在约瑟芬的身后，一步一步的走上了那通往3楼的铺着厚重红色地毯的阶梯。到头来，关于孩子们的事情，我其实什么都没了解到，我得向保姆询问更多细节。就在瑞雪儿还在心中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时，约瑟芬突然停下了脚步。有什么不对劲吗？瑞雪儿问到。约瑟芬转过身，脸上露出了一个带着歉意的却又显得有些僵硬的表情。我忘了带您房间的钥匙了。他说道，我马上去取。没关系的，晚点再拿来也可以。瑞雪儿连忙摆手，试图表现出自己的善解人意。不行，约瑟芬的回答却出乎意料的坚决。他转过头，钥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锁好你的门是最重要的事情，您的行李可以晚点再搬。约瑟芬继续说道，语气不容置喙。但是约瑟芬，瑞雪儿本能的想要叫住他，但最终还是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他独自一人站在3楼那条长长的铺着厚重地毯的走廊上，一种莫名的令人不安的寂静笼罩着这里。奥蒂斯家族的规矩很严格吗？感觉像是伯特兰家族把整件事都给包揽了。瑞雪儿转过身看向走廊的另一端，他说，隔壁就是孩子们的房间，对吧？孩子们在里面玩耍吗？杰奎琳夫人那张美丽却又冰冷的脸不受控制的在瑞雪儿的脑海中浮现，只要确保他们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孩子们被很好的藏起来了，这说明这里的仆人们都非常严格的遵守着女主人的命令。走廊的两侧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有栩栩如生的动物石雕，也有描绘着田园风光的油画。瑞雪儿停下脚步，目光被墙上一幅巨大的色调昏黄的肖像画所吸引。画中一位面容模糊的金发贵妇正抱着一个同样面容模糊的金发男孩，画面的背景是一片奢华的充满了古典气息的室内装潢，看起来不像是现在的奥蒂斯家族。就在他还在困惑之时，一个声音突然在他的身后响起，那是奥蒂斯家族第一代领主的肖像画。实际上，如果我们再深入探究一下，奥蒂斯家族的历史还要追溯到更久远的时期，但一般来说，重振奥蒂斯家族的尼尔·奥蒂斯被视为第一任族长，他买下了伯特兰，他最初属于希尔维斯特伯爵，并将其作为奥蒂斯庄园的核心。那是尼尔·奥蒂斯，你一定是霍华德小姐吧？是彭尼小姐和尼禄少爷的新家庭教师，所以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奥蒂斯家长子艾伦少爷的家庭教师，我的名字是罗杰斯·沃尔特。
我是奥蒂斯家族长子艾伦少爷的私人家庭教师罗杰斯·沃尔特。抱歉，他继续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歉意。我刚才一时激动，恐怕吓到您了啊。瑞雪儿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刚才那个声音是他发出来的。原来他是一位家庭教师。哎呀，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伸出手，很高兴认识您，沃尔特先生，期待与您共事，荣幸之至。罗杰斯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庄园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数着日子，期盼着您的到来呢，霍华德小姐。他松开手，用一种近乎咏叹的、充满了感激的语气说道：“我确实听说要找一位新的家庭教师，并不容易。”瑞雪儿礼貌地回应道：“确实如此。”罗杰斯赞同地点了点头。为了少爷着想，我们得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者。霍华德小姐，你来了，我真是松了一口气。为了少爷着想吗？他微笑着对这位敬业的同事生出了更多的好感。但是我敢说，最热切期盼您到来的那个人是我。罗杰斯突然话锋一转，您嘛？瑞雪儿有些惊讶，不明白他话中的含义。这有点尴尬，但我是那种很容易感到孤独的人。伯特兰是个很棒的地方，但是这里没有一个能和我好好交谈的人。就在这时，仿佛被自己的情绪呛到了一般，突然剧烈的咳嗽了起来。嗨，我是不是说了些让您感到不舒服的话？霍华德小姐不连忙摆手，脸颊不受控制的染上了一层绯红。她只是被对方那突如其来的、毫无防备的坦诚弄得有些不知所措。罗杰斯·沃尔特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呵呵，我是不是反应过度了？瑞雪儿在心中懊恼地想着，感觉自己的脸颊更烫了。上一位家庭教师离开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遗憾，但也多亏了如此，我才能遇到像您这样出色的人。霍华德小姐，我想这个世界上果然没有绝对的坏事呢。您能这么看重我，我真的很高兴。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脸上露出了一个腼腆的笑容。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一个冷静的声音在悄悄地提醒着他，他真是个奇怪的人。我们才刚见面，他却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出色的人。一段尘封的记忆不受控制的从他脑海深处浮现了出来，那是他与挚友柯蒂斯夫人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难道你就没有喜欢的类型吗？柯蒂斯夫人好奇地问道。一个男人有那种典型的帅哥类型，或者那些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类型又怎么样呢？温柔、书卷气的类型也不错，对吧？瑞雪儿认真地思考着，最终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不只是一个帅哥，比起英俊的男人，他支支吾吾地说出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的答案。一个英俊的土豆。柯蒂斯夫人也被这个奇怪的答案弄得一头雾水。我确实有那么说过一次。回忆起那段对话，瑞雪儿的脸颊不受控制的又红了起来。顺便问一句，我当时笑得太多了吗？瑞雪儿在心中不受控制的冒出了一个念头，我才为了这样一张脸，或许奉献我的一生也并非是一种浪费。他就像潘妮的言情小说里走出来的男主角，我难道真的只是个颜控吗？瑞雪儿在心中无力地吐槽着自己啊！就在瑞雪儿还在胡思乱想之时，罗杰斯沃尔特突然发出一声轻呼，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侧过头看向走廊的尽头，看来是约瑟芬回来了。霍华德小姐，我该告辞了，这样您就能舒舒服服的休息了。如果可以的话。罗杰斯走到门口，又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在我离开之前，我能再说最后一句话吗？当然。瑞雪儿的心不受控制地漏跳了一拍。那么，请稍等片刻。罗杰斯说完，便缓缓地向他走近。你的眼睛真的很美，霍华德小姐，我是真心这么说的。他的脸颊不受控制的染上了一层滚烫的绯红，他下意识地将双手交握在身前，指尖冰凉，心脏在胸腔里不受控制的疯狂地跳动着。他站直身体，脸上又恢复了那副温和有礼的恰到好处的微笑。欢迎来到伯特兰庄园，霍华德小姐。说完，他便转过身，迈着沉稳的步伐向走廊的尽头走去。右边的门通向一间简易的浴室，它旁边是更衣室，女仆会在固定时间来打扫。晚餐将在7点左右供应，到时候我会来接你。多棒的房间啊！心中思索，诸多方面都有了良好开端，我确信一切都会顺利。夫人似乎对我有好感，其他仆人也很友善，而且我遇到了一个我觉得能成为好朋友的人。我相信孩子们也会没事的。这种一切都会顺利的模糊的希望之感。但首先我该打开行李了，整理过程中这样就行了。完美。看着房间应已有书籍，多亏了原本就放在这儿的那些书，这里看起来没那么空荡荡的了。我在想，这些书是不是之前的辅导老师留下的？又想到我的书写工具，之后看到本子，疑惑一本工作日记，之前的导师也把这个留了下来吗？也许这里有关于孩子们的记录。查看后发现，看起来这是一本等着我去填写的空白日记，却意外掉出一个褪色的黄色信封。一封信上面没有写寄件人，这让他看起来有点令人不安。在伯特兰，看到信封上的字，致你，在你抵达伯特兰的第一天，正是那件将决定我命运的事情，我与伯特兰法则的初次邂逅。致你，在你的第一天，就是这个。欢迎来到玫瑰庄园。写下这封信是为了帮助您在这座庄园里安全平静地度过1年，请尽快并完美地熟悉以下规则。而如果您破坏了规则，请记住，您将为发生的一切负全部责任。第1条，无论您的职责是什么，合约期限都为1年，并且在这1年期间严禁离开庄园的正门。这是一个绝对的承诺，是所有规则的基础。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封信是为了帮助你而写的。第2条，这座庄园里没有4楼，如果您在3楼看到了向上的楼梯，那只是装饰品。如果有人告诉您关于4楼的事情，请回答，我现在必须去让空荡的枝头开满鲜花，然后立刻离开那个地方，所有问题都会消失。那个调皮的孩子会
会受到惩罚。第3条，庄园里的所有雇员都配有独立的卧室，并且严禁进入他人的卧室。如果有人，无论你们的关系多么亲近，想要被邀请进入你的卧室，立刻坚决的拒绝，并且在不移开视线的情况下，回到你弟卧室，将房门打开再关上，重复3次，他将不再强制发出邀请。第4条，日落之后，午夜之前必须完成所有的工作，并返回你的卧室。你必须锁上门，在太阳升起之前不要出来。有时可能会听到门外有奇怪的声响，但是千万不要开门或回应。从午夜到日出是属于他们的时间。如果你因不可避免的原因不得不在午夜后走出房间，那就去找灯。如果可能的话，回到有灯光的房间，忘掉你在此期间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第5，每天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提供3餐。你将在上班第1天被告知地点和时间，绝不要违反规定的地点和时间。此外，在非用餐时间，宅邸内禁止饮食。他对食物的气味非常敏感，尤其绝对不要携带外带食物。他喜欢吃肉菜，而且肉总是不够。第6，厨房是仅供厨师使用的空间，厨师在这里拥有绝对权利，无人敢违抗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进入厨房。第7，你会发现整座宅邸到处都装饰着玫瑰，所以玫瑰的香气弥漫整个宅邸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如果员工身上有玫瑰香味，也不要觉得奇怪。当然，如果没有香味会更好，但他们可能也不希望这样。第8，对于新成员，伯特兰提供了一份宅邸地图。正如地图所示，这座宅邸总共有5个花园，欢迎您自由参观，但请勿靠近那座由红砖围墙环绕的5号花园。目前那里正在施工，所以即使你听到里面有什么动静，也没什么奇怪的，没必要大惊小怪。第9，请勿随意触碰玫瑰。另外，千万不要在卧室里摆放玫瑰。这座豪宅到处都摆满了玫瑰，但你指定的卧室是个例外。如果你在自己的卧室里发现了玫瑰，请遵循以下说明。如果玫瑰上白色部分更多一些，那也没关系，立刻用一块白布把玫瑰包起来，不让任何人看到，悄悄把它拿到宅邸入口外，背对着宅邸把它烧掉，然后在没人看到的情况下回到你的卧室。倘若玫瑰上的红色更浓郁，就把玫瑰放在你的枕边。我们无法再为你提供更多帮助了。如果我非要给出一条建议，记住商品编号4，运气好的话，你也许不会迷失自我。第10，你不必太在意奥蒂斯的长子。如果他跟你说话，比如向你要东西或者提出请求，完全别理他。长子的一切事务都由他的家庭教师处理。11，这座豪宅并不经常雇佣新仆人，所以这座豪宅里的老仆人总是想捉弄新成员。如果你和某个人独处，而他们行为怪异，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然后马上离开。12，请对你所看到的一切表示怀疑，甚至这封信。第13，始终微笑着与他人打招呼，不要对别人的问候置之不理。成功完成合同期的唯一途径是，就好像你明明听到了却装作没听见，就好像你即便看到了也装作没看见。勤奋履行职责，毫无质疑或好奇的服从。最后，如果你已完全理解这封信的内容，请尽快烧掉这封信，或是将一切化为乌有的最可靠方式。切勿复制信件内容或留存于其他地方，你只能瞒过他们1天。这封信原则上不存在。我衷心祝愿你度过平安愉快的1年。你可以忽略第12条规则，因为这是作者犯的一个错误。这到底是什么？只是一个恶劣的恶作剧。如果是这样，那是谁做的？不，咱们别太担心，可能是上一任导师，或者这可能是一种豪宅入门仪式，用来捉弄新仆人。也许少爷和小姐是在模仿一部恐怖小说，但是心跳得很快，这种不祥的感觉。这时管家喊道：“霍华德小姐，晚餐准备好了。”是的，我很快就出来了。如果我有机会，应该和沃尔特先生商量一下，至少他看起来是个好人。霍华德小姐，这边走。是的，夫人，孩子们又不在这里了。沃尔特先生旁边的那个人，那是奥蒂斯的长子吗？为什么奥蒂斯的长子坐在桌子的最末端？突然想到信中的话，你不必太在意奥蒂斯的长子，安慰自己，这只是我的想象。众人围坐在餐桌旁，女主人问道：“你喜欢你的房间吗？”瑞雪儿回答道：“这是我见过的最棒的房间，谢谢您体贴入微的关照，夫人。”哦，天哪！如果你需要任何东西，尽管说。这座豪宅的钱绰绰有余，所以这就是我能为你做的全部了。夫人，这是霍华德和艾伦第一次见面吗？没错，叫艾伦，直呼他的名字。我可以把霍华德小姐介绍给艾伦吗？随你便，关于他的一切都由你决定，所以这不关我的事。他就在自己面前被母亲拒绝了。艾伦，奥蒂斯会没事吗？就在那时，事情发生了。突然，我与清澈透明的眼神对视，天蓝色的眼睛如同洁净的玻璃珠子。小时候，有人轻声呼唤他的名字，瑞雪儿。他从书本中抬起头，清脆的应答：“是。”那时，我有一本走到哪里都带着的故事书，书中讲述了一个被冬之神所钟爱的美丽少年，他被囚禁在冰雪城堡里，还有一个女孩为了拯救他而踏上了旅程。那个少年是如此纯洁耀眼，就连冷酷无情的冬之神也不禁为他倾心。故事里说，冬之神渴望着少年的拥抱，日日哭泣。那个将世界埋葬于白雪之中的少年，该是何等美丽！过去的我总是对此充满好奇。瑞雪儿凝视着餐桌对面的男人，他俊美的如同故事书里描绘的那样，他俊美的如同故事书里描绘的那样。他惊愕地想，男人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他看起来就像那个统治着冰雪城堡的人。也许冬之神就是因为那双眼睛才坠入爱河的。旁边的人喊道：“霍华德小姐。”瑞雪儿猛然回神，连忙应道：“是。”沃尔特向他介绍身旁的男人，这位是奥蒂斯家的长子艾伦，希望你们俩将来能成为好朋友。艾伦的眼神瞬间冰冷，别跟我说那种鬼话。瑞雪儿一愣，惊得眼睛都睁大了，他真的把长辈的好意称作鬼话。瑞雪儿尴尬着，瑞雪儿低头调整着心态，也对，他还未成年，难怪这么敏感。再温和的孩子，在那个年纪
言语也难免像刀锋一样锐利。他迅速调整好情绪，抬起头，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他转向艾伦，甜甜的开口：“我是瑞雪儿，霍华德，很高兴见到您。”奥蒂斯大人回应他的是一片寂静。他无视了我。瑞雪儿感到一阵无语，必须振作起来，想点开心的事。瑞雪儿对自己说：“毕竟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和这么多英俊貌美的人一起吃饭。”他拿起勺子探入汤碗，银匙与瓷器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但还是对面的两人也静坐着，面前的食物分毫未动。瑞雪儿的内心警铃大作，难道没人吃饭吗？他端起酒杯，掩饰着自己的不知所措。沃尔特开口道：“我听说您曾在哈里特学院担任助教。”他微笑着补充：“对于您这个年纪来说，这相当了不起。我听说那里的杂役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瑞雪儿回答：“这都多亏了我的导师，谢天谢地。即使在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就一直很看好我。”弗雷德里克继续赞许道：“霍华德小姐曾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如今更是一位出色的女士，机会自然会降临。”瑞雪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是吗？”一名侍者端着主菜上前，倏地揭开金属盖子。侍者躬身道：“打扰了，这是慢烤的陈年酒精羊腿。”侍者介绍道：“配菜是根芹和土豆泥。”天哪！瑞雪儿看着盘中的佳肴，看起来真好吃，这肉看起来嫩得不可思议。作为羊肉来说，他拿起刀叉，刀刃切入肉中，这肉的质感似乎有些不对劲。突然有人用拳头猛砸了一下桌子，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瑞雪儿愣住了，他手中的刀叉应声落地。艾伦突然站起身，沃尔特唤了他名字一声。艾伦阴沉着脸，他拿起红酒杯，酒杯被倾斜，嫣红的酒液从倾倒的杯中泼洒而出，在桌布上洒下深红的酒液。沃尔特唤道：“艾伦，把这堆垃圾。”他话音未落，酒杯被重重砸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艾伦看着他，嘲讽着道：“塞进你自己的臭嘴里去。”他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一字一句地说：“我不会吃的，我又不是狗。”沃尔特声音冷硬如铁：“我应该提醒过你，在霍华德小姐面前注意言行。所以呢？”沃尔特无所谓地反问。他垂下眼帘，声音里满是挑衅：“想找多少人来都行。罗杰斯，沃尔特大人喜欢什么调调，我都会奉陪到底。”他离开了餐厅。刺耳的撞击声终于平息，沃尔特转向瑞雪儿，抱歉地问：“霍华德小姐，您没事吧？”瑞雪儿回答：“是的，我没有受伤。”沃尔特躬身致歉：“非常抱歉，请允许我代他向您道歉。”瑞雪儿抬起手回应道：“您不必道歉，沃尔特先生，管理沃尔特少爷是我的责任，所以过错在我。”弗雷德里克道：“请您原谅他，他最近有点敏感。”沃尔特话音未落，邻座的金发女士突然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沃尔特和瑞雪儿愕然地看着他，叉子猛地刺穿一颗番茄，发出清脆的响声。女人将番茄送入口中，咀嚼着。瑞雪儿视线恍惚，周围的侍女们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金发女士的叉尖刺向肉，沃尔特将酒杯凑到唇边，轻啜一口。金发女士突然握紧了叉子，狠狠地扎进盘里的肉中。她插起一块肉送入口中，随即吞下口中的食物，满足地哼了一声。奥蒂斯夫人用餐巾擦了擦嘴角，提议道：“今晚的晚餐就到此为止吧，趁夜色还不算太深，我们都该回房了。”瑞雪儿独自坐在椅子上，脸上挂着震惊的笑。这真是一顿美妙的晚餐。奥蒂斯夫人患有神经方面的疾病。昏暗的灯光下，沃尔特说道。瑞雪儿疑惑地问：“神经疾病？”奥蒂斯夫妇的婚姻并不幸福。沃尔特补充道：“奥蒂斯先生很少待在伯特兰。”啊！瑞雪儿若有所思。沃尔特继续说：“父母关系不和，孩子们自然也无法在安宁中成长，所以如今的奥蒂斯家族在很多方面都从未成为一个正常的家庭。”他伸出自己的手，瑞雪儿搭上他的手，若有所思。沃尔特先生，您肯定在伯特兰公司工作很长时间了，您几乎都快像家里人了。”他说道。沃尔特回答道：“可以说，沃尔特少爷是我亲手带大的，所以确实有这种感觉。当然，这话我绝不敢在奥蒂斯家人面前说。”他补充道：“我从他还是个孩子时就陪在他身边，至今已有6年了。那么，这期间您都不能离开庄园吗？”瑞雪儿问道。他抓住沃尔特的手，追问道：“我在卧室里发现了一封信，那些奇怪的规矩，您也知道吗？信上写的事情都是真的吗？”沃尔特回眸一笑，问道：“霍华德小姐，您还喜欢伯特兰吗？”瑞雪儿迎上他的目光，一时语塞。他强挤出一丝笑容，回答：“当然，我很高兴我来了。”沃尔特满意的回应：“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在通往房间的华丽门前，沃尔特停下脚步，真诚地说道：“我真心希望您能在这里安顿下来，霍华德小姐。不过，我相信您会做得很好。”他松开手，话语意味深长：“下一次，如果您能称呼我罗杰斯，而不是沃尔特先生。”他微微躬身，道了晚安。那么，祝您有个安宁的夜晚。房门关上，室内重归寂静。瑞雪儿看着手中的信，这座宅邸果然很奇怪。他展开信纸，上面的字迹清晰地映入眼帘。封信是为了确保您在这1年里平安安息而写。他站在火炉前，思绪万千。如果这封信所言非虚，那么在这座奇怪的宅邸里出现这样一封信，必有其因。他沉默着，将信纸撕碎，然后扔进壁炉，看着碎片缓缓下落。别想太多了，
看着纸片被火焰吞噬，只要像往常一样接受适应遵守规则就好，那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瑞雪儿，他凝视着壁炉中燃烧的火焰，信纸在指尖展开，上面是熟悉的娟秀字迹，我亲爱的切斯特夫人。钢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墨水的痕迹，一封新的信件就此写就。仆人递上信件，梅格又寄信来了。瑞雪儿接过信，低声道谢，梅格，还是一如既往的感谢你的来信，幸好伯特兰有邮差，这样我也能给你回信了。他展开信纸，梅格那雀跃的笔迹映入眼帘，信中写道，你说你终于反抗了妈妈。为瑞雪儿，霍华德欢呼，我想给你介绍一位迷人的绅士，你有时间吗？瑞雪儿仿佛看到梅格在热情的讲话，他又好奇地问，他们都说奥蒂斯家的人个个貌美，是真的吗？瑞雪儿继续往下读，梅格写道，那么你不是好奇我这里的生活吗？视线扫过开满红玫瑰的庭院，信中的文字流淌着。瑞雪儿正在回信，从窗户望出去，能看到仆人正在打理庭院。他的描述跃然纸上，奥蒂斯家或许因为家底丰厚，对待佣人也格外慷慨。信纸上描绘着窗外的景色，我写信的这间房，窗外就是一座美丽的玫瑰园。信中写道，我还未曾见过奥蒂斯先生，但想到奥蒂斯夫人身着华服，仪态万千，脸上挂着温柔的笑意。瑞雪儿继续写道，听说他不常待在伯特兰，但奥蒂斯夫人非常和善，其他的佣人也都非常友好，孩子们虽然有些淘气，但真的非常可爱。伯特兰真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就连奥蒂斯家的家庭教师也是一位耀眼而优雅的人。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几乎无法呼吸，看来我似乎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工作。瑞雪儿嘴角流露出一抹幸福的笑意，钢笔突然顿住，信上的语气一转，我想明年我可能也无法与你见面了，毕竟我很难抛下孩子们。瑞雪儿将信封好，末尾他写道，作为替代，我会经常写信，希望你能尽情享受你的新婚生活。瑞雪儿拖着下巴，她默默地念着信的署名，仿佛在对自己说，正在尽力适应新生活的瑞雪儿，霍华德。她对着镜中的自己努力挤出一个微笑，然而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心头，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瑞雪儿附身在门前，敲门声在安静的走廊里回响。瑞雪儿在门外轻声呼唤，佩妮尼洛。她继续说道，我是你们的老师。两个孩子大步跑了过去，不等回答，她一边推开门一边问道，我可以进来吗？门一打开，孩子们就兴奋地喊道，老师。两个小小的身影立刻向他冲来，猛地扑进他的怀里，他猝不及防，被一股力量撞得向后倒去。孩子们紧紧地抱着他，将他压倒在地板上，发出一声闷响。瑞雪儿被两个孩子压倒在地，无奈又宠溺地嗔怪道，你们这两个小淘气，这样会受伤的，要小心点。他捏了捏两个孩子的脸，而奥蒂斯家的龙凤胎佩妮和尼洛只是在他怀里开心地笑着，发出一串嘿嘿嘿的笑声。来到这座公馆已经1个月了，瑞雪儿向孩子们道早安，早上好，睡得好吗？佩妮立刻响亮地回应，是的，老师也早上好。瑞雪儿提议道，那我们去洗脸吧。他被两个孩子牵着走，真是可爱的孩子，但初次见到他们时的震惊仍记忆犹新。当时他的第一个疑问是，这里难道没有保姆吗？奥蒂斯夫人端坐在桌边，神情淡然。我初次见到的那对龙凤胎完全不像是奥蒂斯家的孩子，他们衣衫褴褛地坐在草地上，比起贵族家的孩子，更像是两只脏兮兮的流浪小狗。奥蒂斯夫人端起茶杯，轻描淡写地反问，保姆？他眯着眼，语气中带着一丝理所当然，那些孩子为什么需要那种东西？脸上带着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他补充道，从一开始就没有。瑞雪儿的话卡在喉咙，那请家庭教师又有什么意义？这句话我当时就想脱口而出，记忆里他局促地握着拳，一个声音响起，这茶闻起来真不错，要来一杯吗？霍华德小姐。他僵硬地垂下眼帘，轻声回绝，不用了，谢谢您，他是我的雇主，绝对不能在他面前表现出任何失礼。一个稚嫩的童声突然响起，老师。瑞雪儿猛然回神过来，她转身面对两个双胞胎，声音不自觉地放柔，好了，我们去吃早饭吧。孩子顺从地应道，好。阳光透过窗格洒在他身上，他微笑着鼓励道，多喝牛奶，多吃鸡蛋，才能长得高高的哦。佩妮反驳道，我不喜欢牛奶。他忽然明白了，前任家庭教师辞职的原因，或许并不是因为这座奇怪的宅邸，也不是因为孩子们的恶作剧。桌前，佩妮用叉子敲着盘子，含糊不清地喊着，老师。两个孩子突然异口同声地大喊，我不想吃早餐了。我也是，哎，真头疼。瑞雪儿耐着性子笑着劝说，但是不吃早饭的话，待会儿就没有力气玩了哦。孩子们却齐齐摇头，异口同声的抗议，才不会，才不会。看来普通的安抚是行不通了。瑞雪儿感到一丝难办，她拿起一个三明治，故作享受的假装咬了一大口，那这些好吃的我就只好一个人吃光了。她边吃边赞叹，看起来真好吃。男孩尼洛瞥了他一眼，不以为然的嘟囔，才不好吃。瑞雪儿继续提议，那我们来比赛，谁先把盘子吃干净，怎么样？你们觉得谁会赢？是佩妮还是尼洛？佩妮懒洋洋地回答，老师真无聊。瑞雪儿感到一阵挫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已经快9点了。她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时钟，规定的早餐时间是从8点到9点。她清楚地记得信上的规则，1日3餐，定时定点，除用餐时间外，严禁在宅邸内进食。
更不许携带任何外来食物。他拿起牛奶瓶的手微微颤抖，上面就是这么写的。此时两个孩子正互相在彼此脸上涂抹奶油，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瑞雪儿。这可真不容易，这一定是……钟表上时间来到11点，佩妮趴在地上画画，突然抬头问道：“老师饿了，能给我们拿些点心吗？”尼洛也跟着哭大喊：“对啊，我饿了，我饿了，快要饿死了！”孩子们的哭喊声仿佛一道道闪电，劈得他头晕目眩。果然如此，佩妮更是夸张的哭诉：“如果我们现在不吃点心，肚子就会饿得粘在后背上了。”距离午餐时间只有1个小时，两个孩子却已经哭得惊天动地。瑞雪儿，你绝对不能因为孩子们的假哭和抱怨就慌了手脚。他对自己说，他紧紧攥住拳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指向远处的座钟，向佩妮提问：“佩妮，能看看钟吗？现在几点了？”佩妮大声喊道：“我不知道。”瑞雪儿又转向另一个孩子，问道：“佩妮不知道，也许尼洛知道。”尼洛兴奋地举起手中的蜡笔，大声回答：“我知道，11点了。”他立刻大声称赞：“尼洛太棒了，回答正确。”他马上在表扬手册上画了一朵小红花。尼洛开心地笑了起来。尼洛骄傲地举起他的小红花，而佩妮则失落地坐在地上。我成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了吗？瑞雪儿想。突然，佩妮向尼洛伸出手，在尼洛惊愕的注视下，抢走了画着小红花的那本书。佩妮一脸阴沉地站着，撕碎了画纸。她猛然爆发，尖声叫道：“我说了，我饿了！”瑞雪儿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势震慑住了。佩妮的脸笼罩在阴影下，用一种冰冷的声音说：“老师，给佩妮拿点心来。”她的双眼变得漆黑空洞，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命令道：“马上去厨房，立刻！”瑞雪儿完全愣住了，只能发出一个困惑的音节。她看着眼前的孩子，而佩妮低声恳求道：“求你了！”一滴冷汗顺着瑞雪儿的太阳穴滑落。现在只剩下一个选择了。瑞雪儿转过身去。现在只剩下一个选择了。瑞雪儿转过身去，她回答道：“好吧。”孩子们的脸上顿时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瑞雪儿只是道：“我去就来。”潘妮和尼罗在我不在的时候，互相画对方的脸好吗？孩子们齐声答应。他迈步离开房间，一条严厉的规定在他脑海中闪现：厨房是专为厨师长保留的空间，在里面，厨师长的权威是绝对的，任何人都不得违抗，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厨房。他在门外弯着腰，感到十分无力。厨房啊！他抬起头，脸上的神情变得凝重。他转身，沿着长长的走廊缓缓走去。我答应过要去，但我绝不可能真的踏进厨房。在这座宅邸工作的1个月里，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信中的内容和那些所谓的规矩，我都记得一清二楚。记忆中，佩妮曾拉着她的裙摆哭喊道：“老师，我饿了，求求你，从厨房给佩妮拿点吃的来吧。”她也曾抱着尼洛，那孩子指着远处，兴冲冲地喊：“老师，我们去那边玩吧。”心中的声音响起：“是第5花园。”尼洛说他想去那里玩，这不是双胞胎第一次这样了。他们确实很喜欢我，却总是要求我打破伯特兰的规矩。但现在我明白了。记忆里，孩子们天真的跑着。佩妮大声说：“佩妮什么都不知道。”尼洛也跟着喊：“尼洛也是。”他们并没有恶意，而且很快就会把这些事忘得一干二净。就今天吧，陪他们玩到中午就回去。只要回去，他们又会像无事发生一样欢迎我。只要能这样平安地度过每一天，就足够了。这应该就是适应新生活的感觉吧。他走在走廊上，迎面撞上了一个女仆。瑞雪儿的脚步猛地一顿，阳光透过窗户洒下。瑞雪儿脚步一顿，露出震惊的神情。女仆转过头来，也注意到了她。女仆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注视着瑞雪儿。那浓郁的玫瑰香味。瑞雪儿垂眼想到，她缓缓向前走去，在心中安抚自己道：“没关系。”随即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一只手猛地从阴影中伸出，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霍华德小姐。”瑞雪儿惊呼一声，被这股力量拽得一个趔趄。女仆那张过分热切的脸凑到她面前，紧紧抓住瑞雪儿的双手。她用一种诡异的语调说道：“霍华德小姐，你知道吗？我一直想和您好好谈谈。”瑞雪儿不安地回答：“啊，是吗？不过首先，让我把这个放下。”女仆的手劲突然加大，几乎要将她的手腕捏碎。剧痛传来，瑞雪儿挣扎着尖叫道：“好痛！放开我！”女仆的声音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热切，在她耳边低语：“我想和您更亲近。老师，可以邀请我去您的房间吗？”女仆的笑容咧得更开了，她继续喋喋不休：“您的房间真不错，老师，从窗户能看到玫瑰，床上也有玫瑰，连地毯上都有玫瑰呢，我挣脱不开。”瑞雪儿在心中崩溃大叫：“宅邸里有很多玫瑰。”女仆的声音像魔咒一样缠绕着她：“我带您去看玫瑰吧，人们都喜欢玫瑰，在房间里放玫瑰是个好主意。”女仆的声音在她脑中回响：“玫瑰能让我们感到满足，我能做什么？想办法，快想！”瑞雪儿，霍华德，回想一下伯特兰的规矩。一个仆人说些奇怪的话，其背后的意图是……仆的声音在他耳边盘旋：“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数着玫瑰花瓣，尽情享乐。如果您能邀请我去您的房间，那就太好了。”啊，我明白了。他猛地转过身去，背对着女仆。瑞雪儿用冰冷的声音回答：“不。”女仆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两人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他继续说道，声音虽然颤抖，但异常坚定：“我不会邀请你去我的房间。”瑞雪儿抽回手，踉跄后退一步。女仆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女仆一步步地向瑞雪儿再次走去：“我的卧室离这里不远，快想！”
瑞雪儿猛地转身，朝走廊尽头跑去。信上不只是说要拒绝，一条规则在他脑海中闪现：严禁以工作以外的任何理由进入他人卧室。另一条规则紧随其后：如果有人想被邀请进入你的卧室，应立即坚决拒绝。女一边死死地盯着他，一边步步紧逼。瑞雪儿立即转身跑去，一边伸手握住门把，猛地拉开了门。规则在他脑海中浮现：回到你的房间，把门开关3次，那样就能让他们停止强行要求邀请。他猛地关上门，就是现在，他的手心冒着冷汗，紧紧攥着冰冷的门把。一次，他拉开门，门缝外女仆的脸紧紧贴着，一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再次将门甩上。2次，他再次拉开门，又猛地关上。他用尽全身力气。第3次将门甩上，那个女仆还在门外吗？他走了吗？正午的钟声敲响了，一切都静悄悄的。房门悄然开启，瑞雪儿警惕地从门缝向外窥视，绿色的眼眸中满是紧张。走廊幽深寂静，他孤身一人站在远处，身影显得格外渺小。他猛地将门打开，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门板上，疲惫地蹲下喘息着。对了，在这座公馆里，不只是双胞胎想让我打破伯特兰守则。回忆里，一位女仆将手搭上他的肩膀，轻声建议道：您看起来很累，要不要去厨房吃点心？这个周末去市中心逛逛也不错。另一位女仆说：就连仆人们都在巧妙地将我推向崩溃的边缘，但像刚才那样举止怪异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瑞雪儿蜷缩起来，低声安抚着自己：没事的，没事的，早在1个月前我就知道了，这座公馆处处透着诡异，我只是还没亲眼见过举止怪异的仆人，但我早就知道那封信的内容并非残酷的玩笑。脑海中响起一个声音告诫他，就算听到什么也要装作没听见，就算看到什么也要装作没看见。我能忍受，我能坚持下去。1年时间不算长，他下定决心，从地板上站了起来。瑞雪儿推开门，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高声喊道：佩妮尼洛，快看这个，美味的午餐来了。房间里空荡荡，静悄悄的，餐车上摆放着精致的食物。然而祸不单行，瑞雪儿推着餐车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门口，再次轻声呼唤佩妮尼洛。那对双胞胎消失了。瑞雪儿沿着楼梯飞奔下，木质的台阶在脚下发出沉重的回响。老师下午好，有女仆朝他喊道。孩子们究竟消失到哪里去了？他头也不回，慌张地向前跑去。瑞雪儿猛地撞开大门，耀眼的阳光下，庭院里空无一人。他停下脚步，急促地喘息着。再在门前不知所措，低头看着地上水坑里自己的倒影。佩妮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回响：我最喜欢下雨天了。为什么？他问道。佩妮趴在地上回答：因为踩水坑太好玩了。虽然现在没下雨，但他们或许正在雨后留下的水坑里玩。就从最近的花园开始找。她提着裙子，一头扎进了那片猩红的迷宫。玫瑰，玫瑰，还是玫瑰。这些玫瑰让我完全分不清方向，真该多出来走走的。他心中一阵慌乱，突然间一回身，他发现一条小道，如果一直往前走，应该就能到那片小树林。他下定决心，继续前进。他提着裙摆，继续向前跑去。接下来，穿过这个转角，这时一双鞋子赫然出现，静静地躺在草丛中。鞋子？不会吧？难道有人死了，失礼了？他冲上前去，奋力拨开挡路的枝叶。这里发生了什么？一个园丁吗？不，这鞋子对园丁来说太过昂贵，是有人路过时昏倒在这里了。他拨开枝叶，向前走去。突然，他惊奇地发现，一个男人躺在阳光斑驳的草地尽头。他看着那张金发的脸庞，一个名字从唇边溢出：艾伦，奥蒂斯。他在心中疑问。他走向那个倒在草地上的男人，仔细端详着。一片树叶飘落在他脸上，他眼皮微颤。瑞雪儿蹲下身子，试探着伸出手：奥蒂斯先生，你是晕倒了吗？要是站不稳，我可以扶你一把。瑞雪儿补充道。从那个窗户，艾伦开口说道。瑞雪儿顺着他含糊的指向，抬头望去，正对着楼上一扇敞开的窗户，那是艾伦·奥蒂斯的卧室。他抬起眼问道：从那扇窗户跳下来，你觉得会死吗？瑞雪儿惊愕地反问：什么？老师，他们说你是一所名校的状元毕业生。他撑着身子坐起。艾伦继续问道：以你充满智慧和知识的视角来看，你觉得呢？从那扇窗户跳下来，你觉得会死吗？他思索片刻，轻声回答：如果运气好的话，或许会吧。他追问道：运气好，所以对你来说，连死亡也属于运气好的范畴吗？那也比落下残疾或陷入昏迷，给家人添麻烦要好。瑞雪儿平静地解释。他轻笑一声，站起身来。看来老师你的人生也不怎么顺利啊。不过话说回来，来这里的人，又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呢？总之，你的意见我听清楚了。他拍了拍身上的草屑，转身离开。看来这个方法还是暂时搁置吧，毕竟我从出生起，运气就没站在我这边过。瑞雪儿关切地伸出手：你还好吗？需要我帮忙吗？他却猛地打开他的手，厉声道：离我远点，我不需要帮助。但你的脸色很差。他坚持道：是因为头晕才躺下的吗？如果我让你不舒服，我可以去叫别人。我都说了，没事。他再次打断，转身望着远处的窗户，低声补充道：那是一次彩排，我只是好奇那会是什么感觉。该问他彩排什么，还是他脸上的伤？就算我问了，他真的会回答吗？你也该走了。他转过身来问道：你在找那对双胞胎对吧？瑞雪儿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
他指向前方的树丛说道：“他们跑进那个人造森林了，去把他们带走。”啊，人造森林，谢谢你告诉我。他刚要道谢，艾伦便走近一步，警告道：“还有，从现在起，收起你那套多管闲事的做法。”你在说什么？瑞雪儿不解地问。他转身走开，冷冷地说：“说到底，你也没什么不同。”瑞雪儿困惑地看着他离去，他沉着脸，静默了半晌，无力地跌坐在草地上。他思考着浓烈的药水味、狰狞交错的疤痕，还有那张像是被人掌掴过的脸颊。谁敢对奥蒂斯家的继承人动手？阳光透过树叶，投下一片温暖，日光打在瑞雪儿脸上。他思索着：啊，要是有人从那扇窗户跳下去，他们很可能会在某个地方着陆，差不多就在这里。一个声音从玫瑰丛中传来：“来，尼洛，吃一口。”金发的男孩高兴地张大了嘴。哇！男孩随即拿起一块点心递给女孩，学着说：“佩妮，也来一口。”两个孩子在玫瑰丛中开心地玩着过家家，发出满足的咀嚼声。这些小鬼，他们到底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瑞雪儿从玫瑰丛中凌乱地探出头，她看到孩子们天真的笑脸，嘴角也不禁微微上扬。他们玩得那么开心，就让他们再多玩一会儿吧。衣服脏了可以换，身上的泥也能马上洗掉，没关系的。话音未落，两个孩子一头扎进了泥潭里，溅起阵阵泥水，他们的头发和漂亮的衣服上瞬间沾满了泥污。瑞雪儿的脸瞬间因恐惧而惨白，一声无声的尖叫卡在喉咙里，在脑中疯狂回响。她惊慌失措地冲了出去，朝着泥潭中的两个孩子大喊：“佩妮、尼洛！”女孩惊恐地抬起头，尖叫道：“女巫出现了！”两个孩子假装吓得瑟瑟发抖，紧紧抱在一起。瑞雪儿严厉地看着他们，她厉声说道：“佩妮、尼洛，你们一句话不说就跑出来，我很担心。”孩子们撒娇哀求道：“我们错了，请不要吃掉我们。”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紧绷的肩膀瞬间垮了下来。他放柔了语调，安抚道：“好了好了，我真是拿你们没办法。”他转过身对他们说：“下次如果想出去，一定要先告诉瑞雪儿好吗？”他继续说道：“如果佩妮和尼禄自己跑出去受伤了，瑞雪儿会非常伤心的。”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女孩小心翼翼地问：“如果我们答应，你就不会吃我们了吧？”他们最近是看了吃小孩的女巫的童话故事吗？回头得整理一下书架了，这对他们的教育可不好。他转过身，轻轻捏住两个孩子沾满泥污的脸颊。两个孩子惊讶地看着他，异口同声的：“哦不！”他俯下身，眼中闪烁着恶作剧的光芒，仿佛有紫色的气焰在身后燃烧。他用阴森的语调宣布：“把你们洗干净后，我会浇上美味的肉汁，然后一口吞下。”两个孩子吓得放声尖叫：“呀，救命啊！”他轻笑着解释道：“女巫最喜欢脏小孩了，所以快去洗干净，换上新衣服吧。”他伸出手，温柔地补充道：“好了，快抓住瑞雪儿的手，我们走。”两只小手紧紧地握住了他，他牵着两个孩子向宅邸走去，虽然有些无奈，但心里却觉得很有趣。门吱呀一声打开，孩子们拉着他的裙角，仰头期盼道：“瑞雪儿，下次也要跟我们一起玩哦。”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响起：“霍华德小姐，您好。”她的笑容僵在脸上，惊讶地看向声音的来源。大厅里，一排女仆整齐地站着，齐声向她问好。她有些不知所措地回应道：“你们好。”这种场面虽然见过几次了，但是难道他们都看不见旁边的小主人和小小姐吗？她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对身边的一位女仆说道：“打扰一下，能请您准备一下洗澡水，好让小姐和少爷清洗一下吗？”尽管每次都让人心惊胆战，但她还是硬着头皮开口了。女仆面无表情地回答：“好的。”她提着水桶，转身走上楼梯，清脆的脚步声在空荡的大厅里回响。虽然他们都把孩子们当成空气，但只要我开口，他们就不会拒绝。她若有所思地抬起头，目送着女仆离去。不过眼下还是先解决午饭问题吧。她思索着，要不先给他们做点三明治之类的东西。孩子们兴奋地喊着，爬楼梯比赛开始往楼上跑去。反正再过几个小时就是点心时间了，而且孩子们现在也很安静。正当他松了一口气时，楼梯上传来一个孩子惊喜的叫声：“是妈妈！”他猛地抬起头，身体僵在了原地。一个身穿华服的金发女人站在楼梯顶端，不耐烦地抱着双臂，轻啧一声：“真是的！”孩子们看到他，欣喜地叫着：“妈妈！”张开双臂向他跑去。小姐，他惊呼出声，眼睁睁看着孩子们沾满泥污的小手伸向那条昂贵的裙子。奥蒂斯夫人本来就排斥自己的孩子，要是他们把那件昂贵的礼服弄脏了，念头还未闪过，女人已经举起了手中的阳伞，毫不犹豫地挥了下去。凌厉的风声划破空气，伞柄重重地击中两个孩子，他们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从楼梯上滚落下去。咚的闷响中，一只小鞋掉落在地，他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从楼梯上滚落，小小的身体在木质台阶上交叠，他们的哭声传来：“哇！”他的思绪一片空白，脑海中浮现出夫人冷漠的脸。我不知道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冰冷的声音唤回了他的神智：“瑞雪儿，霍华德。”他抬起头，对上奥蒂斯夫人毫无温度的视线。奥蒂斯夫人用手中的阳伞指着楼梯下的孩子们，命令道：“霍华德小姐，把那些孩子……”他强迫自己挤出一个笑容，回答：“是，奥蒂斯夫人。”奥蒂斯夫人抓住他的肩膀，凑到他耳边，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威胁：“我明确告诉过你，不要让他们靠近我，不是吗？”他步步紧逼，强调道：“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对吧？”
他垂下眼帘，乖顺的回答：“是。”奥蒂斯夫人收紧了手，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皮肉里。他冰冷地质问道：“那为什么那些东西会出现在我面前？难道这点小事也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他的身体因恐惧而微微颤抖，他忍着痛，低声回答：“不是的。”他颤抖着说：“我会更加小心的。”奥蒂斯夫人发出一声轻笑，松开了手。奥蒂斯夫人脸上挂起温和的笑容，仿佛刚才的暴怒从未发生过。她整理了一下裙摆，轻快地提议道：“待会儿一起喝茶吧，一个人开茶会太孤单了。”她转身，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渐渐远去。瑞雪儿站在原地，直到那声音完全消失，才缓缓转过身。她走到孩子们面前蹲下，轻声问道：“你们还好吗？”瑞雪儿、霍华德对一个被亲生母亲用阳伞殴打的孩子，我问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瑞雪儿轻轻拭去孩子的眼泪，一只小手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腕，将他的思绪拉回现实。女孩仰起脸，用稚嫩的声音问道：“瑞雪儿，妈妈是不需要佩妮和尼洛了吗？”女孩的声音带着哭腔，回忆道：“以前妈妈看到佩妮和尼洛的时候是会笑的。”这时瑞雪儿想起了自己，但是现在她好像讨厌我们了。佩妮抬起泪眼，向瑞雪儿寻求答案：“瑞雪儿，我怎样才能被妈妈喜爱呢？如果我再努力一点，可以吗？”瑞雪儿沉默了。“你在问我吗？”我知道，作为一个老师，我不该这么说，但是说真的，就连我……他紧紧地抱住两个瑟瑟发抖的孩子，他多想给他们一个答案，一个能抚平他们伤口，让他们重拾希望的答案。瑞雪儿又陷入了回忆。我也不知道，他回答。空旷的大厅里，他们三个人相拥着，跪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午夜的庭院里，一道黑影在灯柱下疾驰而过。瑞雪儿透过窗格，只捕捉到那人一闪而过的轮廓。深夜时分，按理说不该有人在外走动，那会是谁？他合上了书，他贴着冰冷的玻璃，绿色的眼眸因疑惑而睁大，紧盯着窗外那片被玫瑰环绕的石板路。还是睡觉吧。他转身拉上厚重的窗帘，将夜色隔绝在外。瑞雪儿握着书本站在床边，窗外的景象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转身从窗边走开，目光落在一朵静置的纸玫瑰上，那朵花用一根蓝色缎带系着。多年前的回忆，一阵模糊的悲伤涌上心头。个孩子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我不认识爸爸，甚至记不清他的脸了。妈妈不来看我们，艾伦也无视我们，大家都这样。”记忆中，那个金发孩子抬起头，将纸玫瑰递给他。孩子小心翼翼地开口：“老师，我怕会弄坏它，您想要吗？”他接过了那朵花，在层叠的花瓣深处，金色的字迹闪闪发光：“我爱你，妈妈。”瑞雪儿回到现实，指尖轻轻捻动着那朵纸玫瑰，唇边泛起一丝微笑：“我爱你，妈妈。”在上流社会的家庭里，父母对子女放任自流是司空见惯的事。瑞雪儿倚靠在书桌旁，手中捻着那朵纸玫瑰。但无论如何，孩子们说过，他们的母亲曾经是爱他们的。奥蒂斯夫人究竟是如何变得如此憎恨他们？而且艾伦·奥蒂斯也是，他的身上总有股消毒水的味道。过去1个月里，每次见到他，他的脸色都阴沉的可怕。瑞雪儿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交谈，但现在我能确定了，艾伦·奥蒂斯正在被虐待。而在这座宅邸里，唯一敢伤害奥蒂斯家族继承人的只有一个人，我绝不能对此置之不理。瑞雪儿的眼神里充满了决心，但她又能做什么呢？这份决心很快被无力感所淹没。我曾经为了逃避，连自己的母亲都抛弃了，像我这样的人又能如何对抗我的雇主？他沉重地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一阵刺耳的摩擦声突然响起，瑞雪儿猛地睁开眼，是谁？沉重的拖拽声在深夜里显得格外刺耳。现在明明早就过了午夜，这究竟是什么声音？到底是谁？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小心翼翼地凑近钥匙孔向外窥探。走廊里空无一人，不知道是谁，已经离开了吗？瑞雪儿环抱着自己，努力平复着心跳。没关系，没事的，只是今天发生的事太多，让我有些神经过敏了。对，就是这样。瑞雪儿躺回床上，决定先睡一觉，等头脑清醒了，再想办法帮助那些孩子。刚闭上眼，那沉重的拖拽声再次响起，比之前更加响亮刺耳。他猛地坐起身来，惊恐地睁大了眼睛。这声音不止一个人，这声音不止一个人，他们像无数人一样纠缠着我，声嘶力竭地呼唤我出去。那呼唤永无休止，好想尖叫出来。住手！求你了！一张纸条上的警告在脑海中浮现。你偶尔会听到门外传来奇怪的声音，但绝对不要开门或以任何方式回应。从午夜到日出是他们的时间。瑞雪儿将脸埋进枕头里，下定了决心，忍耐，做你最擅长的事。她猛地翻过身来，紧紧闭上眼睛，就当作看不见他们，就当作听不见他们。她用力捂住耳朵，心跳声在寂静的黑暗中剧烈回响。逃跑或许懦弱，但却是最安全的方法。即使被子无法完全隔绝噪音，至少它能遮住眼睛。漫长嘈杂又孤独的夜晚最终加深。瑞雪儿在床上坐起身，脸上还带着疲惫，总算还是设法睡着了。她走到窗前，晨光熹微，看来宅邸还没完全醒来。那些敲门的东西似乎也已经回去了。庭院宁静安详，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她拉开窗帘，凝视着窗外，这里简直像天堂一样。可我的心依旧无法平静。也许我该久违的去晨间散步了，这或许能让我的头脑清醒一点。
顺便还能熟悉一下花园的布局。瑞雪儿披上披肩，踏入了玫瑰盛开的庭院。话说回来，这座巨大宅邸里的所有玫瑰，竟然都是同一个品种。他伸手触碰一朵花，这种花他在别处从未见，它的香气浓郁，颜色深邃，花朵也出奇的大。他环顾四周，目光最终落在一盏路灯上，应该就是在这附近。记忆涌现，昨晚有几个影子就在这路灯下舞动，他们绝不是人类。瑞雪儿喃喃道。一个身影突然靠近，低沉的声音从背后响起：“什么事？”他猛然转身，惊恐地尖叫着向后倒去，一双有力的手臂稳稳地接住了他。沃尔特柔声问道：“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你还好吗？”瑞雪儿惊魂未定地抬头，看清了那张脸，失声叫道：“沃尔特先生。”